大家好，我是云飞。之前给大家分享了华米的 Balance， 没想到一款发布这么久的一个手表，还有这么多的关注度，这说明华米的产品其实还是蛮不错的。我在后台也看到有挺多小伙伴买了，希望你们用的喜欢。而我们今天终于不是赶往集了，我比大家提前5天拿到了他们的最新产品 TRES 3。 当然没有收任何的钱啊，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产品。之前我有做过2代的测评，现在也依然在我这服役，就还挺不错的。当时那个坎迪温是真的非常溜啊，我都惊了。那么3代有哪些升级呢？会值得购买吗？点收藏，这又是一期超级详细的体验分享。我们先一起沉浸式开个箱。当当，这就是华米刚给我寄过来的这个 RTX 3代啊。 我是有2代的，这是他们提前寄给我的，就是可以给大家提前做一个开箱，然后我也可以自由的跟大家说它的一个内容。相比大家的话，我是9月5号拿到了，提前5天，尽可能的给大家做一个首发的一个小体验啊。这也是运费，我靠，看这个表现是非常的 amazing 啊！然后这回的话，它相较于上一代，它是升级了它这边的这个表盘，确实是非常帅啊！它这回是一个8角形啊，1、2、3、4，然后升级了内存，内存的话这回是有了32GB， 然后其他的我们就先拆箱看一下。我也不是很了解，因为我并没有打开嘛。然后这个将。 哇哦，我靠，是真的很好看啊！8边形，然后这下面的这个传感器看起来也是升级过的，这个应该是等高地图啊！哇，这手感真的很好，真的很棒啊！然后充电器2点式的充电器啊，好看一下它有哪些东西啊？老实说，这个质感是真的不错。然后现在我手里它这个是苹果的 Ultra 2，我可以简单看一下这个质感的区别啊。 哦，华米这个真不错哦，这里面是有一个，这个应该是拆表带的，然后这个是快拆表带的一个转换器，先放在这，先放这，然后这个是它的一个充电器，然后这回的充电器又是感觉换了一个样式，它是直接可以 Type C 充了，不需要直接拿着那根线，这样子，感觉应该是还是需要充电开机的，我去拿一下充电器啊，这个是 Balance 的充电器，然后我看一下。 也是可以用的啊，直接可以用。然后我们先开一下机 ，TRES， 然后我先下一下这个简体中文，下载手机应用，然后扫码配对。这个是一些指引，一来就是需要先升级一下。我靠，在日常模式下续航时间可达27天，在户外模式下最长可支持 180个小时，27天，我靠，真要这么久，我肯定天天带它。好，现在是升级成功了啊！它这个按钮这里还有一圈红色的这个点缀。哇，不得不说，这个表的质感是真的很好啊，这点确实不错。 和上一代比，这次的3代有了很多的提升，最明显的就是这个8角人形的这个外观。上一代是圆形的嘛，这一改感觉是硬朗了很多。这个材质是不锈钢，它比表盘会高上那么一点点。右侧这个是华米家族式设计，里面有扬声器的开口，可以在一些情况下防止泥沙的进入。左侧是3分的金属名牌。 屏幕方面，1.5英寸的 AMOLED 屏幕，最高是可以激活2000尼特的最高亮度，在户外看时间啥的，就是绰绰有余了。然后整个外观，因为这个是户外运动手表，所以在按钮上面是有4个按钮，你可以直接关闭屏幕的触摸功能，直接使用这些可靠的物理按钮。这种硬朗的风格应该是很多男孩子的最爱了。来到背面，可以看到传感器方面是更加丰富了。目前来说，测试的内容也是多了一些项目。这次会比较明显的增加了皮肤温度传感器，可以看到自己的身心准备程度。当然 ，HRV、血压这些也都在。表带方面，目前自带的表带是不支持快拆的，但是有配备拆装的工具，而且也有转换器。如果我们喜欢快拆表带的话，是可以直接切换你手里的22毫米的表带，这点是非常方便的。要强度有强度，要便捷有便捷，这块其实我觉得还蛮好的。那么在进入详细的分享前，我们先给这块表的外观和细节打个分。我会谈一个打分工具，一起来看看大家对它的一个感觉如何。
然后这期的视频我也会做的稍微细嫩一点，尽量帮助到那些没有用过这个手表或者想试试这个手表的人。我会带大家每个功能都走一遍，里面也会比较详细的介绍这次更新的地貌图那些，所以肯定会对想要了解它功能的人一定的帮助。那么我们开始正片。在我们实际开始演示之前，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如何拆装它的这个表带的。因为它这个表带是使用螺丝固定的，而且我在上面有提到过，它是可以切换为快拆的那种表带啊。然后我来告诉大家如何操作。它在它的包装里面会有这样一个工具包，这是电池，然后这个是那个工具，然后这个是快拆的那个东西，这是说明书。我先把工具拿出来，这个是快拆的一个连接件，那快拆就是装在这上面的，然后这个就是可以固定在手表上。待会给大家装起来啊，配有2个，那材质是这种硬塑料啊。好，我们现在来把它这个表带给拆下来。它这个工具的话是这种样子的，其实质感还是蛮好的啊。然后一边是这个。它的一个控制中心吧，这个是它的音乐，它这个是要连接蓝牙耳机播放的啊。然后应用推荐，然后这个是天气，然后支付宝、微信，然后 Zip 的运动教练，然后这个运动记录，然后运动的负荷、身心准备程度、闹钟，然后睡眠。但是它这个我们明显看得出来，它这个是实时在刷新的，因为我是有这个东西的，但是它并没有直接的显示出来，可能因为今天我没有去点击它啊。然后血氧 ，OK， 下拉就回到这边，然后左滑是一个信息，
我们现在来补充一下它的这个信息通知能力啊。我现在发送了一个，然后大家可以看，这个是一个微信，它大概是可以显示这么多的内容。然后我们现在打个电话过去。好，假如说我们接到了电话，那它这边是只有一个插和一个挂断。插的话是什么意思？插的话就是不理它，然后挂断的话就是挂断，然后还有一个是上滑，回复消息，那上滑回复短信，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它是不能接听的啊。然后右滑是运动，现在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表盘，我们长按是切换它的一些表盘啊，这个是可以控制的，看一下。就切换它一个样式，比如说这个 ，OK， 确认，是这样。我以为是可以控制里面的那个东西呢。然后表盘的话，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它 APP 里面，这就又系统更新了，就等升完级再给大家接着介绍。好，它刚才的这个升级已经升级完了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表盘商城。实话说，我觉得目前来说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啊，这和我之前测试那个 Balance 时候的结论是一样的，就是官方的表盘的话就还是那样，然后更新其实有更新的，而且它是更新了，其他的也会全部同步上，但是并没有说像前2天给大家说的那个手表 S3 一样有那种动态效果强一点的表盘。当然华米它是一个偏专业向的一个手表厂商，所以它这个表盘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以这类目的为主啊。你看这个也有它也有这个什么悟空什么的，但是它不会牺牲自己的续航去做那些有动效的东西。当然大家可以去第三方的论坛里面去下载那些动效好或者说自己喜欢的表盘，就比如这种华米它其实是可以运行的，而且效果也非常不错，但是官方是不太，应该是目前来说应该是不太可能会去做这种。然后丰富度的话是非常非常多的啊，因为它这个感觉是直接连通了第三方的一些作者。你看这个是，你看一下啊，你看这个作者是这个什么 AI， 并不全是华米自己弄的啊，所以它的丰富度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应该要满足一些比如说耗电啊之类的东西，这对于专业表来说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啊。这里再提一句，除了表盘，华米还有非常多的这个应用商店啊。当然华米目前来说它主要阵地还是在国外啊，所以它有一些东西它是优先于国外的。就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些排行榜，血压、遥控拍照、呼吸，然后这个什么 mini UI 什么的，然后当前状态，然后这个看不懂，然后一些游戏啊，航海助手，我靠，航海助手都有了，跑步基础训练，然后登山血氧，电池助手，GPS 数据，卡路里任务，步数任务，什么都非常的多啊。然后什么航向罗盘，这应该也算是华米的一大特点啊，就是它有非常多的这些东西。当然相比于之前，我目前感觉它是更新了非常多的这种国内也能用的一些 app 啊，但是这个作者是这个什么找某在路上，都是这一个人做的，所以它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态吧。华米的这个生态，国外可能有比较好的一个生态，然后国内也有，所以它的应用是非常丰富的。你看，我们来看看它究竟有多少个应用啊？我们就不看那些东西了，它是有近200个应用，198个，这个还是非常多的啊。我们来回到我们的手表，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它自带的这些应用啊，然后我们右滑进入到所有的一个应用，它默认的就是这种列表模式啊。它应该也是可以切换成网格模式，然后我们自己来看运动，然后登山、这个训练这些
都是非常多啊。比如我们现在先简单看一下，待会儿我去户外给大家演示这个运动是怎么样的。户外跑，我们确定，然后它这个时候会搜索一个 GPS 的信号，然后我们这个先不管，因为我们现在在室内嘛，也没办法。然后它有运动辅助，然后训练、导航，它有很多东西。运动辅助的话，它是有一个运动目标，运动效果、达标暂停什么的，然后运动提醒，那高于多少心率、心率区间、距离，什么最低频、饮水、能量补给这些都有。然后自动分段，它也是有自动暂停、虚拟兔子，步频助手、智能开始，然后训练，然后训练模板，这个叫 APP 里面创建间歇训练。那导航，那我的路线、我的位置，保存当前位置，导航设置，北朝沙导航地形偏向，路线颜色，导路线，这个我是没有走过的，待会儿我在外面给大家演示啊。然后更多的话，里面是有数据页、3D 数据模式、实体能运动心率推送，这是第一个页面第二个页面它是这样的这个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然后这里应该会有一个地图，我待会儿下载一下给大家看。然后这是音乐，这是要连接蓝牙耳机然后我们可以先出去。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搜星的速度我们现在是去湖边，然后我们就选登山模式点，然后它定位中。我们来等待一下。好了，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然后就可以开始登了。我们看一下这边是暂停，然后这边应该是个音乐。好，走。好，现在我们爬了一点点我们先结束掉。我们来看一下它有哪些东西这里会有一个运动辅助，我们看运动提醒，这个我们刚才看过了。然后稍后继续，这里还有个导航，我们点导航的话要保存当前位置。好，它是有一个这样的航点，我们保存。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返回起点，好，原路返回。好，它是这样一个，应该是等高线的图来看一下，缩放移动，这里是减，那这是一个等高线的图。好，我们这里可以结束。真的可以下去游泳了。暂停，然后这边可以结束，然后运动导航没有其他的了，结束掉。然后它会有一个这个提醒，我们是最高海拔是184，登上这么一些，然后最大上升65，累计爬坡613米，然后它是有一个这样的图，它训练效果、完全服务时间，就是它运动的一个界面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运动记录。这里有一个登山，然后我们应该是可以在这边保存轨迹，保存在了我的路线里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到运动界面，然后在最下面它有一个我的路线，然后我们就能看到我们登山的这些路线了。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进去，然后在上面右击发送至设备，比如说发送到我们的 T3。好，发送成功了。好，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它的导航能力我们随便选一个运动，就健走OK。然后在下面这里会有一个导航，我们选择它。然后我们刚才已经发送了一个路线到手表上面，我选择这是一个户外骑行的路线。OK， 我们使用路线，然后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东西这个我刚才已经演示过了。我们直接使用路线，正在开启，然后它是在使用这一段路线，我们就 Go。然后在下面，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路线图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左动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所以说我们现在是正在向东走
就是沿着我们刚才发送到手表上面的一个路线，我们是可以真的是可以直接导航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起点的，或者说就按那个路线走的话，那也是 OK 的。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模式啊，比如说我们走的方向朝上之类的。我们先暂停一下。我们导航设置，现在导航的视角是正北朝上，我们可以选择前进向上。然后起始点方向是正向的，导航提醒偏离路线颜色，这也是可以看路线颜色的。然后我们现在返回去，继续，然后我们看一下，好，这就是一个路线朝上，我们就可以直接，用我们自己习惯的一个方式去导航。然后比如说我现在转动的话，转一下，哎，它其实是可以反应的过来的，但是它这个地图的刷新率是肯定比不上我们这个手机之类的啊。但是对于手表来说，我觉得这种导航可用性已经非常高了啊。是的。当然，它在 APP 里面它是有一些别的功能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它是会有一些训练模板，我们可以直接添加自己的训练模板。这些都可以随便添加一个，比如说我们再添一个户外跑，我们设置成4，保存完了之后，我们同步到手表，选择它，然后我们在手表这边就可以直接点击运动，然后我们找到这个户外跑，那选择它，那今日计划，然后在下面这里有个训练不是吗？选择这里有个训练模板，哎，我们就看到1和4，我们就可以直接按照我们的这个设置去训练它了，还是挺好的啊。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够，然后就可以开始热身这些啊。然后运动记录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是应该有一个游泳的，然后这些 AI 的话，它就是自动识别的我这个骑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骑行的话，它是会有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路径，这是一个正常的上下班啊。然后我们着重看一下这个游泳我是和苹果的Ultra 2去对比了一下，我发现他们这个数据是非常的吻合的啊。这里我们就和苹果的Ultra 2对比一下这个游泳的数据啊。我是专门带他们去游了一趟泳，然后我们现在来看它的具体数据情况。从数据上来看，咱们这个距离是比较接近的，然后其他的这个趟数啊，还有配速啊，这些其实都还挺 OK 的，我是觉得还行，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然后 Zip 的运动教练，然后这个需要在 APP 的首页或我的更多里面，添加这个教练，并且找到这个计划，我们来试一下啊。那在这里运动教练，这里我们选择。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看，然后我们可以设置什么跑步计划，下一步确定，这个是很久没跑了，规律其他运动没有3000米 OK， 然后在这边它就会生成一个计划，查看前进，在这边就会有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回到手表上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是休息日它这里面会有这些东西，应该是会定时的会提醒的。那我们看一下运动的负荷，过去的7天我们是
并没有怎么用，因为我这才刚到手嘛，身心准备程度，它这次是更新了一个皮肤传感器在这一块啊，所以它是可以测量我们皮肤的一个温度，就有了这个身心准备程度啊。看下一页，这些都是自动检测，我们完成。目前的话，我们是一个完全优秀的状态啊，但是这里我们也是有一个精力没有完全恢复的一个情况。那心率，这个是它可以开启全天的一个心率，我们在开枪的时候就已经把它设置成了继承了我们上一个华米手表的一个设置嘛，所以这个就不用看了。然后血氧应该也是直接开了全天的，那自动血氧，然后压力的话是56，那压力区间放松。设置也是全天自动监测啊，一键测量，它是可以测量多种指标啊。这个我现在简单测一下吧。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我们的所谓的多种健康指标，我们测量，它要保持不动。好，它是直接测了1分钟啊，然后心率、压力、血氧然后呼吸这些是都有的，然后心脏健康也有，我以为有其他的呢。先测量，然后 PAI。这个大家都是小米用户，应该都非常熟悉啊。今日活动开始，那步数，这些睡眠，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睡眠，它这个除了有这个深睡、浅睡，它还有一个心率在里面，虽然在这边看不清楚吧，但是还是挺好的。然后这个清醒的话还是挺准的啊，浅睡是4个小时，深睡是1个小时啊，这个大家看各自的算法吧，这个都不一样。然后这个地貌图，这个地貌图需要在 APP 里面下载，我们来看一下啊。地貌图，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常州市里面，然后这里面是有长度是500多公里，宽度是300多公里，然后我们可以下载基础地貌图、雪场图、等高线图，然后我们这里选择添加，然后这里会有一个有可下载的地貌图资源，是否下载我们确定。然后这边的话就是直接需要连接一下这个 WiFi 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就连里面的一个网络吧，云飞网络，然后打开手机 APP 输入密码，那我们加入，然后现在是一个处于在连接的状态，然后这边会有一个下载中，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这个下载的速度啊，那这里会有一个新设备。其实这个速度我觉得还可以的，它这里显示是大约15分钟。然后我到房间里面去，应该是这个东西，因为我这边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信号并不是特别好啊。然后我们到里面去下载一下，去看一下这个情况啊。然后我们现在到了离路由器非常近的地方啊，但是它这个下载速度仍然维持在了189K。每秒，所以它这个下载速度是比较一般的，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地图下载个15分钟，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就放在那边下载就行了。好，这里有我们的地貌图，现在已经下载成功了啊，这个是需要在开阔地带去定位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在室内是演示不了的，我们切换到室外。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的地图啊，这里它是有个地貌图，我们已经下载好了刚才哈，然后我们看一下，然后它现在是正在定位，我们现在是在户外啊，好，挺快的啊，然后定位好了，然后这现在是一个，哎呦，还不能用触摸用不了，还是需要这样是缩放。好，现在是一个等高线啊，我们返回一下。然后可以切换地貌图的一个风格，现在是一个暗色，我们切换成亮色来看一下，感觉区别也不大，我感觉要缩放一点点啊，加进去，还是一个暗色的，它这个白的是200米的海拔，然后这下面是150米的海拔，地貌图好像就是这样子啊。然后下面是一个指南针，然后我们需要先校准一下它啊。好，它现在是 OK 的，那气压是1500帕，然后高度海拔是78米，然后这个是一个标尺，我们可以量这个角度。好，气压计、海拔计，这是一个气压，这是一个高度 ，OK。气压这个是风暴预警，然后下面是一个高度的校准，可以手动输入，也可以使用 GPS。
天气的话，钟楼是这样子啊，这些界面都是非常直观的。然后支付宝、微信我们就直接跳过了啊。音乐它是有自带的一个 MP3 的模式，但是当然我们是需要连接到我们的蓝牙耳机的，它并不能直接播放啊。闹钟、日历，那可以进去里面，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对应的一个信息，就是和我们的手机的日程它是同步的啊。卡包、会员卡、云飞微信，我们可以看一下，然后粉丝群，然后这个什么格林，都是可以直接弄在这里，然后直接可以扫二维码的，这个还是挺方便的。这里是多了一个心率推送的功能啊，它是可以开启连续的心率测量，在第三方蓝牙设备和本设备连接成功之后，可以获取本设备的测量的心率数据，这就等于是一个蓝牙广播嘛，但是它是直接把这个功能的入口切换，直接内置在咱们的这个手表里面。那现在我是没有测啊。好，设置啊，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些详细的东西啊。表盘与时间，表盘我们已经看过了，这就不仔细看了。时间制式，现在是跟随手机啊，但一般都是24小时。日期制式，它可以这样子 ，GPS 时间校准，它是可以直接使用 GPS 去校准时间的。然后这个无线局域网，它这个是户外表，它这个无线局域网的话就是 WiFi 嘛，它可能用完它就会自己关掉啊。然后蓝牙它是一直开着的。然后蓝牙里面这个蓝牙耳机应该是有一个自动回连的功能，我们开启的话，它就是可以保持快速连接的一个状态啊。但是我现在没有配对。显示与亮度它是自动的，然后这次它的这个亮度是可以调得非常高的，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然后在户外也可以激活更高的亮度，然后亮屏时长。现在应该是设的15秒，我们可以设置到30秒或者时间长一点。息屏显示，我这个是定时开启。息屏的样式我们是跟随当前的表盘，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选择一些特定的样式，就比如说这些，你喜欢哪个就可以选哪个。我是选择跟随的啊，这样会更统一一点。台湾亮屏，我们是标准模式，定时。然后夜间模式，我们也可以直接启用，或者说自动启用。定时，确定，然后颜色的话，看自己，刚才红色，现在橙色，我们来看一下啊，橙色是这样子，然后绿色的话是这样子，看大家喜欢。一般来说是红色的，就是所谓的一个红光模式。屏幕色彩风格现在是鲜艳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直接自然。主界面风格默认的是这样子，商务风、活力风。然后开关标签。这个什么通知亮屏，然后离万后通知不提醒这些功能，声音与震动、音量、震动提醒、震动强度，来看一下啊，这个强度绝对是可以的，分明场景、运动和其他。强度，它这里应该提示一下这个等级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啊？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优化一下的。然后运动识别，这是全部都是开的。强度中基，然后这个 GPS 设置精准，夜间安全灯，我预览一下。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会闪烁的灯啊。运动芯片是运动通知勿扰、语音播报、运动外设这个我没有啊。使用偏好、勿扰模式、睡眠模式、省电模式、离网锁定。快捷按键，在这里就可以设置我们这个长按这个、点按这个、长按这个、长按那个，分别可以设置不同的东西啊。离线语音控制，我们可以查看一些，它也是有语音控制的啊。当时我是觉得他们和小米在合作的时候，如果可以直接接入小爱，那真是绝杀啊。好，唤醒方式，我们就是一个台湾转换内5秒，它就会，你看有了。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全部的词语，系统控制，打开应用，运动控制，闹钟和倒计时 ，NFC 卡片切换，还是蛮多东西的啊。手表语言，中文，晨间播报，自动低温模式，手套模式，权限管理，这个就跟手机一样了啊，但是我觉得没太大的必要啊。然后电池管理49，地貌图资源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都有了。地貌图风格这些也都有了，显示这些
系统简单更新，关于重新启动、关机或回转设置。OK， 这是设置的全部功能了。然后沉思就不能做成中文的嘛？我们可以开始。那这个我感觉还是有点问题的，它不应该是这种，就国内的版本不应该是这个英文啊。心率易变性目前是良好，我们是佩戴了2-3天啊。下面有更多，它是有一个网易云音乐，这个就是有连接那个，然后手机扫码上去嘛。太阳和月亮，太阳、月亮，日出日落的时间，然后潮汐时间啊。生理周期，懂，温度计，它是用手表的内置的这个传感器，就是这一块，去直接读取到我们的皮肤的一个温度啊，一天它都有自己去自动读取啊。那现在的话，那个是肯定不准的啊。然后秒表、倒计时，那这些都有，也可以自己自定义。查找手机，那手机是先震动，然后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来看啊。那也可以直接响铃 ，OK， 然后代办事项，在 APP 里面加，然后语音备忘录，它这个语音备忘录好像是有一个什么新的模式，我看一下啊，直接可以，但是要直接这样播放，番茄钟，那专注，世界时钟，呼吸，这是它，目前我们不下载其他 APP 的情况下的一个全部功能了，然后大家可以给它简单的打个分，还是比较专业的啊。这一轮的使用下来，你应该对它有一个小小的了解了。我在这几天的使用里面，也是尽量的去多使用它，给我的感觉就是，确实是一块非常不错的户外手表。首先，它运动方面是非常专业的，有非常多的模式，而且自动检测之前在 Balance 上面体验就非常不错了。现在在 T3上面的表现，我觉得只有更灵敏，且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都是自动完成，这点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而运动属性上，我目前进行的运动还比较少，大范围的运动暂时没有，所以精度方面大家可以去搜搜其他的更专业的 UP 主的视频，相信他们应该会测试这方面的内容。实际的续航方面，虽然更新可以说是27天正常使用，但实际我开息屏显示，然后自动检测这些功能全开的话，从到手的70到现在的30多，过去了3-4天，因为其中我比较高强度的测试，且中间又拍摄了非常多的功能，使用了30分钟常亮等功能，而且又升级了2波系统，所以这个损耗肯定是不正常的。它的实际续航水平全开的话，应该可以到11天，这个已经是有点追上佳明的意思了。续航方面大家应该不需要再操心，确实很猛。特别这次又有了地图，应该会对户外爱好者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当然，在系统方面，我感受下来这次ZipOS 仍然在进步不过希望在数据方面可以更新的更及时一点，那样在户外手表里面的表现是第一梯队的啊。我整体体验下来，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1899的售价对于一块这样的手表来说，如果你不追求佳明、高驰那些品牌，这样的颜值、如此的性能，确实还是蛮不错的。就是这个运动数据的同步，目前还是没有开放数据给其他的平台，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希望后面会开放。然后就是生态，目前中文生态还是蛮多的，期待后面会有更多。希望本期视频可以帮助你了解华米 TRX3。我的体验时间目前来说不是很长，仅从我个人的一个角度来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其他方面的内容大家可以补充补充，希望可以帮助到你，也记得多多支持。如果有什么想要我测的产品，欢迎留言。我是云飞，记得点赞收藏。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